小叔子陈辉指着我破口大骂：“你个土包子，滚回你的破村子去，别在我们家丢人现眼了！”我默默收拾着被他撕碎的应聘简历，心里冷笑，他做梦也想不到，我手机里躺着的那份真正简历，足以让他们全家跪下来求我原谅。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我叫林雨桐，嫁进陈家已经3年了。3年来，我在这个家里就像个透明人，除了做饭、洗衣、拖地，就是被各种嫌弃。陈辉是我老公的弟弟，在一家小公司做销售，月薪8000，却总是对我指手画脚。小姑子陈雪大学刚毕业，在写字楼做文员，天天化着精致妆容，看我的眼神像看垃圾。他们最喜欢做的事，就是在外人面前介绍我，这是我嫂子，从乡下来的，没什么文化。每次听到这话，我都紧紧握住拳头，指甲掐进肉里，用疼痛压制住心中的愤怒。我不是不想反驳，而是我有自己的苦衷。3年前，我为了救爸爸，放弃了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。那个机会有多珍贵，只有我自己知道。如果当初选择了那条路，现在的我会是他们永远高攀不起的存在。但我选择了家庭，选择了留在国内照顾生病的父亲。我以为陈浩会理解我，会支持我重新开始，可现实狠狠给了我一巴掌。在陈家人的熏陶下，陈浩也开始觉得我就应该在家做家务。你又不用上班挣钱，在家做点家务怎么了？他理所当然地说，不用上班，是他们不让我上班好吧？每次我提起找工作，婆婆就说家里又不缺那点钱，女人在家相夫教子才是正事。陈辉更过分，大嫂你就别折腾了，以你的条件能找什么好工作？还不如在家伺候我哥。我被困在这个家里，像个免费保姆一样被呼来唤去，可他们不知道，我一直在默默准备着。我的电脑里存着很多东西，那些东西足以证明我的价值。我在等一个合适的时机，一个可以让他们彻底傻眼的时机。今天，这个时机终于来了。今天是陈辉升职庆祝会，他被提升为销售主管，月薪涨到12000，整个陈家都像过年一样热闹。陈辉得意洋洋地宣布，从今天开始，我就是主管了，咱们家总算有个有出息的人了。他故意看了我一眼，不像某些人，嫁进来3年了，就知道吃闲饭。陈雪跟着附和，就是啊，大嫂你看看人家小区里的太太们，哪个不是有工作有收入的？你这样让哥哥多没面子。我握紧筷子，强忍着怒火。陈浩坐在一旁，依然是那副事不关己的样子。这时，陈辉突然拿出一叠传单。对了，大嫂，我公司旁边有家餐厅在招洗碗工，月薪2500，我觉得挺适合你的。洗碗工，陈雪捂着嘴笑，这个好，正好发挥农村人能吃苦的优势。我深吸一口气，我可以找更好的工作。更好的？陈辉仿佛听到了天大的笑话。大嫂，你以为你是谁啊？你有学历吗？有技能吗？我有简历。简历？陈雪尖声笑道。大嫂，你的简历怎么写？学历那一栏写小学毕业吗？我站起身，走向卧室，拿出了一份打印好的简历。这不是我真正的简历，只是一份普通的求职简历，上面写着大专学历。即使是这样，我也要先试试他们的反应。这是我的简历。我把纸放在桌上，陈辉随手拿起来看了一眼。大专？呵，这年头大专毕业的到处都是，能有什么出息？他看着简历上的内容，越看越不屑，还想找文职工作。大嫂，
你觉得人家公司会要一个3年没工作的大专生吗？陈雪也凑过来看，就是啊，现在找工作都要本科起步，你一个大专生，还是农村来的，谁会要你？我紧紧握着拳头，心中的怒火越烧越旺。这还只是一份假简历，如果他们知道我真正的身份，你们说的对。我表面平静地说，也许我确实找不到什么好工作。陈辉更得意了，这就对了吗？人要有自知之明，老老实实在家做家务，比什么都强。那行，我再想想其他办法。我把简历收回来。陈辉以为我妥协了，满意地点点头，这才对嘛，女人就要听话一点。可他不知道，我已经暗暗下定决心，既然普通的简历都让你们这么嫌弃，那等你们看到我真正的底牌时，会是什么表情呢？我偷偷拿出手机，看了一眼通讯录里的那个联系人，是时候了。第二天，陈辉和陈雪去上班后，我立刻打开电脑，开始准备我的真正简历。看着屏幕上那些光鲜的经历，我的心情五味杂陈。如果不是为了救爸爸，现在的我应该在哪里呢？算了，过去的事不想了。现在最重要的是让这些瞧不起我的人付出代价。我精心修改着简历，每一个字都仔细斟酌。这份简历一旦拿出来，必然会引起轰动。到时候，陈辉和陈雪会是什么表情？陈浩又会怎么想？想到这里，我不禁露出了冷笑。下午，我出门去了市里最大的人才市场。虽然我可以直接投递电子简历，但我想亲自去看看，顺便找找感觉。人才市场里人山人海，各大公司的招聘展台前都围满了求职者。我走到一家知名互联网公司的展台前，听着 HR 介绍工作要求。我们招聘的是高级算法工程师，要求985硕士以上学历，有3年相关工作经验。站在我旁边的一个年轻人小声嘀咕：门槛这么高，咱们这种普通本科根本没戏。我默默地听着，心中暗想，如果你们知道我的真实学历，会不会惊掉下巴？逛了一圈后，我对市场行情有了大概了解。以我的真实条件，随便挑一家公司都会抢着要我。关键是我要选择一个最有冲击力的时机。回到家里，陈辉正在客厅里炫耀他今天的业绩。我今天签了3个大单，老板当场就表扬了我。他得意地说，像我这样的销售人才，在公司里可是宝贝。陈雪也在一旁吹捧，哥你真厉害，我在公司里也要向你学习。我默默走进厨房准备晚饭，听着客厅里传来的吹嘘声，心中冷笑不已。销售人才就这，如果让他们知道我曾经拒绝过的那些 offer， 不知道会怎么想。大嫂，晚饭做好了吗？陈雪冲厨房喊道。我饿了，马上就好。我应了一声，动作快点。陈辉也跟着说，我们上班族一天很累的，需要及时补充营养。上班族，我在心里冷笑，等我重新出山的时候，你们这些所谓的上班族，在我面前连提鞋都不配。晚饭时，陈辉又开始了他的长篇大论。大嫂，我觉得你真的应该找个工作，哪怕是洗碗也行，至少能补贴家用。是啊，陈雪附和道，你看我们每天上班多辛苦，你在家里什么都不干，太说不过去了。我放下筷子，如果我找到了很好的工作呢？很好的工作？陈辉差点笑出声。大嫂，你对很好的定义是什么？月薪3000，如果是月薪10万呢？我平静地问。客厅里瞬间安静下来，然后爆发出更大的笑声。10万？陈雪笑的眼泪都出来了。大嫂，你是在做梦吗？就是啊，
陈辉也笑得前仰后合。大嫂，你知道月薪10万是什么概念吗？那是我工作10年都达不到的收入。陈浩也摇摇头。雨桐，你别想太多了，脚踏实地找个普通工作就行。我看着他们嘲笑的表情，心中的怒火越燃越旺。月薪10万很高吗？如果我告诉你们，我曾经被人开出过年薪500万的条件，你们会怎么想？但我不会现在就说出来，我要让你们继续笑，笑得越开心越好，因为很快你们就会笑不出来了。1周后，我终于做出了决定，今天我要亮出我的真正底牌。早上，陈辉和陈雪去上班后，我拿出了藏在保险箱里的那些文件：学位证书、获奖证书、论文发表证明、专利证书。每一份文件都足以让陈家人震惊地说不出话来。我精心挑选了几家顶级公司，给他们发送了我的真实简历。果然，不到半小时，电话就响个不停。林博士，你好，这里是 TX 公司。林博士，我是 HR 总监。林博士 ，HW 公司诚挚邀请您。每一通电话都让我更加确信，我的价值远远超出了陈家人的想象。傍晚，陈辉和陈雪回到家，又开始了例行的嘲讽。大嫂，今天有去投简历吗？陈辉故意问道。投了，我平静地回答。投哪里了？餐厅还是超市？陈雪嘲笑道。几家科技公司。科技公司？陈辉哈哈大笑。大嫂，你知道科技公司要什么样的人吗？那都是高学历的技术人才。你一个农村来的。话没说完，我的手机突然响了。我看了一眼来电显示，是 TX 的 HR 总监。你好，林博士，我们明天想约您面试，您看什么时间方便？我故意开了免提，让所有人都能听到。林博士，明天上午10点可以吗？我们 CEO 想亲自见您。陈辉和陈雪的笑声戛然而止，眼睛瞪得像铜铃。我淡定地回复：可以，我会准时到的。挂了电话，客厅里死一般安静。博士，陈雪结结巴巴地问：他们是不是打错电话了？没有打错，我平静地说，他们确实是在找我。陈辉的脸色变得煞白。不可能，你怎么可能是博士？你不是农村来的吗？农村人就不能是博士吗？我反问。这时，手机又响了，是阿里巴巴。林博士，我们想邀请您明天下午来面试，薪资面谈，股权激励另算。又是免提，又是震撼全场。陈辉彻底傻眼了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我慢慢站起身。你们想知道答案吗？想。陈雪急切地说。那我可以告诉你们。我冷冷地看着他们。但是有个条件。什么条件？陈辉急问。从现在开始，你们必须对我客客气气的，再也不能叫我土包子，更不能让我滚。能做到吗？陈辉和陈雪对视一眼，虽然心有不甘，但还是点了点头。很好，我拿出了一个文件袋，那我就让你们见识一下什么叫真正的实力。我慢慢打开文件袋，里面是一堆证书和文件。第一份是学位证书，当我展示出来的时候，陈辉差点从椅子上跌下来。华清大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博士学位。他念着上面的字，声音越来越小。陈雪直接瘫坐在地上。这不可能，这一定是假的。假的，我冷笑。你可以上网查验证码。接下来，我一份一份地展示其他文件：国家奖学金证书、优秀博士论文奖、12篇赛论文发表证明、3项国家专利证书。每一份文件都像一记重锤，狠狠砸在他们心上。最后，我拿出了那份让我至今后悔的文件。
这是3年前 GG 公司给我的 offer， 年薪80万美元，约合人民币560万。但是为了照顾生病的父亲，我放弃了这个机会，选择留在国内。客厅里静得连针掉在地上都能听见。陈辉的脸色青一阵白一阵，嘴唇不停地颤抖。陈雪已经彻底说不出话来，眼中满是不敢置信。就连陈浩也震惊得目瞪口呆。雨桐，这些都是真的，千真万确。我平静地说，我从来没有骗过你们，是你们从来没有问过我的真实情况。陈辉突然跳起来，指着我歇斯底里地喊，既然你这么厉害，为什么要骗我们？为什么要装成农村土包子？我冷冷地看着他，我什么时候装过？我确实是农村出身，这没有错，但农村出身不等于没有能力，不等于应该被你们瞧不起。可你为什么不早说？陈雪哭着问。我需要向你们证明什么吗？我反问。一个人的价值不是用学历和金钱来衡量的，即使我真的只是个普通农村女孩，也不应该被你们这样羞辱。陈辉彻底慌了。大嫂，我错了，我真的错了，你原谅我吧。原谅？我冷笑。现在想起来要道歉了，晚了。我收起所有文件，转身走向卧室。明天我就会收到几家顶级公司的 offer， 到时候我的年薪至少是你们的10倍。你们好好想想，这3年来是怎么对待我的，然后想想现在还有什么资格让我留在这个家里。说完，我用力关上了卧室门，留下客厅里面面相觑的3个人。他们做梦也想不到，我隐藏的秘密远不止这些。明天开始，我就要让他们见识一下什么叫做真正的实力。第2天上午， TX 的面试进行得异常顺利， CEO 亲自接见了我，当场就拍板决定，林博士，我们需要您这样的顶尖人才，年薪150万，外加股权激励，您看怎么样？可以考虑。我淡定地回答。那下午您还要去其他公司面试吗？我们可以再商量薪资。我笑了笑，让我比较一下各家的条件再决定。下午的面试更加震撼。技术总监看完我的项目经历后，直接站起来握手。林博士，我们开出年薪200万，您意下如何？我需要考虑一下。那我们等您的好消息。傍晚回到家，陈家3口正坐在客厅里忐忑不安地等我。看到我进门，陈辉立刻站起来。大嫂，面试怎么样？还行。我淡淡地说。那薪资谈得怎么样？陈雪小心翼翼地问。我拿出2份 offer 合同，随手放在茶几上。你们自己看吧。陈辉颤抖着手拿起 TX 合同，当看到年薪数字时，他的眼珠子差点掉出来。150万！陈雪抢过阿里的合同，看到后直接瘫软在沙发上。200万！年薪200万！陈浩也凑过来看，看完后整个人都傻了。雨桐，这是真的吗？当然是真的。明天我就要选择其中1家签约。我平静地说。客厅里又是一阵死寂。年薪200万，这是什么概念？陈辉干17年才能挣到这个数，陈雪更是要干几十年，而我1年就能拿到。大嫂，陈辉的声音都变了。我之前真的是有眼不识泰山，您大人有大量，原谅我吧。是啊，大嫂。陈雪也跟着哭诉。我们真的知道错了，以后一定对您好。我冷冷地看着他们，现在知道错了。之前叫我滚的时候，怎么不想想后果？我们真的错了。陈辉几乎要跪下来。您就当我们是狗，狗嘴里吐不出象牙。您别跟我们一般见识。对，我们就是狗。陈雪也跟着说。看着他们卑微的样子，我心中涌起一阵快感。
这就是他们应得的报应。1周后，我正式入职了，年薪200万。消息传出后，整个小区都轰动了，邻居们看我的眼神都变了，从之前的同情变成了羡慕和敬佩。林太太，您真是太厉害了，年薪200万啊！早就看出来林太太不简单，这种气质一般人学不来。您家真是有福气，娶了这么优秀的媳妇。面对这些恭维，我只是淡淡一笑。这些人之前可不是这样说的，那时候他们也跟着叫我农村来的，现在知道我的身价了，一个个都变成了马屁精。人性真是可笑。回到家里，陈辉和陈雪对我的态度发生了180度大转弯。大嫂，您回来了，我给您倒杯水。陈辉殷勤地跑过来。大嫂，您辛苦了，我给您按摩肩膀。陈雪也跟着过来。我坐在沙发上，享受着他们的伺候，心中冷笑不已。之前让我伺候你们的时候，怎么不想想我也会累？现在知道我的价值了，就开始讨好了，太晚了。大嫂，陈辉小心翼翼地说，我听说您要搬出去住。是的，我已经在市中心订了一套公寓。为什么要搬出去呢？陈雪急了，我们一家人住在一起多好啊！我看着他，冷冷地说，之前不是你们要我滚的吗？现在我要搬出去，不正合你们心意，那都是我们的错，我们已经知道错了，知道错了。我站起身，你们知道的只是我有钱了，你们害怕失去一个摇钱树。如果我真的只是个普通农村女孩，你们还会道歉吗？陈辉和陈雪低下头，不敢回答，因为答案我们都知道。如果我没有这些光环，没有这份高薪工作，他们依然会瞧不起我，依然会让我做牛做马。所谓的道歉，不过是因为我现在有利用价值了，这样的道歉我不需要。3个月后，我的第1个项目取得了巨大成功，公司给我发了100万的项目奖金，加上股权分红，我的账户里一下子多了200万。这个消息很快传到了陈家。陈辉听说后，眼睛都红了。奖金100万，我这辈子都挣不到这么多钱。陈雪更是后悔地直拍大腿，早知道大嫂这么厉害，我们干嘛要得罪她？是的，早知道我这么厉害，你们就不会得罪我了。但问题是，一个人值不值得尊重，不应该看他有多少钱，而应该看他是什么样的人。你们从来没有试图了解过我，只是因为我的出身就瞧不起我。这样的人不配得到我的原谅。这天晚上，陈浩找到我，雨桐，我们谈谈吧。谈什么？关于我们的婚姻。他的脸上满是愧疚。我知道我之前做的不对，我没有保护好你，让你受了委屈，知道就好。我冷淡地说，你能原谅我吗？我们重新开始，好不好？我看着这个男人，3年前的温柔早已不见，取而代之的是懦弱和自私。重新开始，我冷笑。陈浩，你觉得我们之间还有可能重新开始吗？可以的，我们有感情基础。感情？我打断他，你觉得我们之间还有感情吗？当你的家人羞辱我的时候，你在哪里？当他们让我做牛做马的时候，你在哪里？陈浩哑口无言。一个连自己妻子都保护不了的男人，有什么资格谈感情？我可以改。太晚了。我站起身，拿出一份文件，这是离婚协议书，我已经签好字了。陈浩的脸瞬间变得惨白。雨桐，你不要冲动。我很冷静。我说，也许分开对我们都好，可是我们是夫妻啊。夫妻？我反问。真正的夫妻应该是互相保护、互相支持的，而不是一方任由另一方被欺负。我把离婚协议放在桌上，财产我一分不要，我只要我的自由。说完，我转身回到卧室，留下目瞪口呆的陈浩。
第二天，我就搬进了新买的公寓。临走前，陈辉和陈雪跪在门口哭着挽留：“大嫂，您别走啊，我们真的知道错了。”我看着他们，心中没有一丝波澜。太迟了，一切都太迟了。如果时光能够倒流，我希望3年前就能看清他们的真面目。但是没有如果，我只能用现在的成功来证明他们的愚蠢。半年后，我跳槽到了一家顶级投资公司，担任技术合伙人，年薪涨到了500万。同时，我还开始了天使投资，用我的专业知识帮助科技创业公司。短短1年时间，我投资的几家公司都获得了巨大成功，我的身价也随之水涨船高。现在的我已经是业内知名的投资人，身价过亿，各种媒体争相报道我的创业投资故事，我也成了年轻人心中的励志偶像。从农村女孩到亿万富翁，华清博士的逆袭之路，他用实力证明出身不重要。各种标题让我哭笑不得。其实我从来没有觉得自己是在逆袭，我只是在做我本来就能做到的事情。这天，我在一个投资论坛上做主题演讲，台下坐着几百名观众，都是业内的精英人士。演讲结束后，有记者问我：“林总，您对那些瞧不起农村出身的人有什么想说的？”我想了想，说：“一个人的价值不在于他的出身，而在于他的能力和品格。那些用有色眼镜看人的人，往往会错过很多优秀的人才。那您会原谅那些曾经伤害过您的人吗？”我淡淡一笑，我不需要原谅任何人，因为他们的行为只会让他们自己后悔。我现在过得很好，这就是最好的回应。演讲结束后，我收到了一条微信，是陈浩发来的：“雨桐，看到你的演讲了，你说得很对。我现在才明白，我失去的不只是一个妻子，更是一个值得我用生命去珍惜的女人。”我看着这条消息，没有回复，直接删除了。有些错过就是永远，有些伤害无法挽回。我不恨他们，但也不会原谅他们，因为真正的尊重应该是无条件的，而不是建立在金钱和地位之上的。现在的我只为自己而活，我用我的成功证明了一件事，是金子总会发光，而那些有眼不识金镶玉的人，注定要在后悔中度过余生，这就是他们应该付出的代价。1年后，我在接受央视采访时，主持人问我：“您觉得成功最重要的是什么？”我想了想，说：“最重要的是要相信自己的价值，不要因为别人的偏见而怀疑自己，更不要因为暂时的困境而放弃梦想。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闪光点，关键是要找到合适的舞台去展示。至于那些瞧不起你的人，时间会给他们答案。用实力说话，永远比任何辩解都要有力。”采访播出后，我收到了很多年轻人的私信，他们说我的故事给了他们很大的鼓励。看到这些消息，我觉得一切都值得了。如果我的经历能够帮助更多的人建立自信，那么我曾经受过的委屈就有了意义。而那些曾经羞辱过我的人，他们永远不会知道，他们的恶意最终成就了更好的我。这就是最好的报复，不是恶毒的报复，而是用成功证明他们的愚蠢，让他们在我的光芒中黯然失色。这比任何惩罚都更加深刻。我叫林雨桐，华清博士，亿万富翁。我为自己代言，从今以后，我只为自己而活，只为梦想而战。而那些曾经瞧不起我的人，永远被我甩在了身后。他们会在后悔中度过余生，而我会在成功的道路上越走越远。这就是最完美的结局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。
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。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